一副耳机就能把你从喧闹的城市中脱离出来。它的 ANC 降噪让我重逢了小时候久违的宁静。ANC on. Harapanku hilang. 这期视频大概有8-9个关注点，带你深入了解一模声学的 E700。Sunyi tanpa suara. 蓝牙连接以后，很多操作都是会有提示音的。E700的提示音也有它的独特部分。直接搜索进行配对连接，这个就不用我说了。如果周围蓝牙设备很多，搜索就会变得很慢。这个时候用 NFC 就可以直接通知蓝牙进行配对连接。E700的蓝牙连接同时支持通话音频和媒体音频，只需要用电源键就可以控制它的拒绝、接听还有挂断。E700的蓝牙话筒在这个位置，在接打电话的时候，可以连按3次 ANC 按钮来启动和关闭这个话筒的静音功能，不需要去手机上面操作。是不是发现启动和关闭的提示音都是一样的？不过还好，停留在静音状态会听到这样的提示音。E700的主控芯片是高通的 QCC5125， 支持蓝牙 5.1。双击电源键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激活手机的语音助手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南明区今天阴，12度到18度，跟昨天差不多，有点凉，空气质量优质。这个电源键上面有一个凸起，不需要看就可以摸到4个键的位置。用电源键控制播放和暂停的时候是没有提示音的，但是长按音量键进行切割是可以听到提示音的。音量键短按，只有开启同步才能遥控手机的音量。音量调节总共有18个级别，最大和最小音量都会听到这样的提示音。E700是有 HiRes 认证的，是可以支持索尼的 LDAC 编码技术，可以在蓝牙模式输出更好的音质。注意听，关闭 LDAC 以后，你会感觉到音域变窄。虽然E700的重量达到了267克，但是头顶的软垫厚度有20毫米，而且非常柔软细腻，一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压缩一半。不过耳机的全部重量不会让它压缩变形。
耳罩的软垫也是同样的材质，厚度有17毫米，一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压缩2/3，再加上有2个自由度的活动范围，可以轻松的贴紧你的脸颊。耳罩的宽度有80毫米，高度有100毫米，深度18毫米，是可以完全罩住你的耳朵的。支撑臂每一边都可以拉出大概34毫米。如果你的头型比较大，从耳朵到头顶有155毫米的话，1700戴起来还是会感觉很舒适的。而且支撑臂有刻度和停顿点，这是强迫症的福音。官方宣传说，1700的电池有950毫安时，听歌可以工作65个小时，待机可以工作300个小时。这个要测量准确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每一首歌的能量消耗都不一样。不过你可以从蓝牙的图标旁边能够看到它大概的剩余电量。最近2周的时间都在间歇性的听歌和测试，目前的剩余电量还有大概60%。我个人感觉电池还是挺耐用的，平时用的话，为了保护电池，可以2-3天进行一次充电。我有点好奇它会有多大的发热量，因为几乎所有的电器都会散发热量。现在我这里的气温有23度，我把它挂在这里播放了几个小时的音乐。右声道的外壳偏下的部分有25度，比室温高了2度。耳罩里面偏下的部分也有25度，不过这点热量跟我的手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微乎其微，所以它的发热量几乎感觉不到。1700附带了一根 A 转 C 的充电线，连上蓝牙能看到剩余电量还有47%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给它放电了，可是还是没有放空。机身上标注供电电压是5伏，所以给它充电用普通的 A 口就行，不需要支持 PD 协议的充电器。充电用的是 BC 1.2 的协议，功率是5伏 0.4 安2瓦。对于950毫安时的电池来说，这个充电速度不慢。如果用充电宝给它充电，快结束的时候电流会小于 0.1 安，最好开启小电流模式，不然有可能会充不满。如果1700没有电了，用有线连接可以不用依靠电池的供电，但是有2个地方需要注意。有线连接的话筒在这里，接电话的按钮在这里。用这种方式想要通话静音，只能去手机上面操作。耳机上的 C 口兼顾了充电还有有线连接，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。发声单元的电阻值，左声道是 33.3 欧姆，右声道是 32.3 欧姆，测试的频率是1000赫兹。如果你要给它配一个独立的耳放，这个电阻值能对你有帮助。左声道的信号连接到了 C 口的低正引脚，右声道连接到了低负引脚，地线连接到了 GND 引脚。记住这张图，想要维修这根线或者 DIY 一根更好的线，这个电路图是很有用的。通过录音，你很难感受到它有多大的音量。
这是一个 A 加权的声压计，也就是符合人耳听觉曲线的声压计。它的频响范围是 31.5 到8000赫兹。从它的计量校准书里面，我们选择3个频点，实测一下1700能够让你听到多大的音量。用有线连接，只要耳放的功率足够大，音量肯定超过蓝牙连接，所以这里只测蓝牙连接的声压级。先确保耳机和手机的音量都开到最大，而且测试文件也是最大的数字音量负 0.1 dBFS。 还有要开启 LDAC， 避免蓝牙编码对高低音进行削弱。低音125赫兹，声压级是 97.2 dBA。 中音1000赫兹，声压级是 109.4 dBA。 高音8000赫兹，声压级是 101.5 dBA。 从 A 加权的测试结果看，1700的高中低音音量比较均匀，而且125赫兹的低音能有 97.2 dBA 的声压级，这代表你能听到比较浓厚的重低音。E700官方宣传降噪深度有38 dB， 是主动降噪和被动降噪共同实现的。被动降噪就是耳罩的隔音效果。现在裸耳的环境噪声大概是75 dBA。戴上耳机大概是60 dBA。 ANC on. 开启 ANC 是不是发现变化不大？这是因为主动降噪抵消的是人耳觉得烦躁的低频噪声，声压计测量的是全频段的噪声，所以声压计是看不到明显的降噪的。Transparency mode. ANC off. 画面的下半部是降噪的实录波形。ANC 开启以后，虽然噪声幅度变化不大，但是你在耳机里能听到安静了很多。ANC on. Transparency mode. ANC off. E700有 HiRes 认证，说明它能播放20到40千赫兹的声音信号。虽然20以下、20千赫兹以上几乎没有人能听得到，但是还是验证一下它小金标的含量吧。我的录音机也是有 HiRes 认证的，可以信任它回录的信号。这个是有线连接播放20赫兹。
这个是有线连接播放40千赫兹。这个结果表示它的发声单元能够达到 Hi-Res 的频响范围。这是蓝牙开启 LDAC 播放20赫兹，还不错，没有明显的失真。这是蓝牙播放40千赫兹，那些小的锯齿是串入的高频干扰。如果关闭 LDAC， 40千赫兹的信号会马上被压缩算法过滤掉。对于20赫兹的信号，关掉 LDAC 没有完全被过滤掉，但是还是被削弱了。我相信你会很关心打游戏的音频延迟。现在这个是有线连接的延迟，里面包含了我的声卡的延迟。这个是蓝牙关闭了 LDAC 的延迟。这个是开启 LDAC 的延迟。官宣它的延迟是 0.04 秒，测试下来给我的感觉是延迟很低。我的这个视频是30帧的规格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下载这个视频，放到你的剪辑软件里面去查看延迟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受限于视频的长度，有一些感受来不及表达，我们评论区见。
我是机电匠，下期再见。